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胖子胖。那今天我为什么会是这个造型呢？因为我今天想要来看 Andy 老师的影片，然后并且跟大家分析 Andy 老师的影片到底是为什么那么厉害。那因为前几天呢，我看了 Andy 老师这支环岛的影片，然后我看完之后就觉得，哇，他的影片也太流畅、太厉害了吧！觉得这支影片有可以让我们学习跟效仿的地方，所以我这支影片呢，我自己也反复看了很多次。今天就想要来跟大家再看一次这影片，然后边看边跟大家分享我从他影片中看到了什么东西，学到了什么东西，让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学习 Andy 老师的剪辑手法。OK， 那顺便分享一下我最近新买的小玩意儿，就是这个。我的新耳机，这是 Sony 的 MDR7506的监听耳机。这支监听耳机就是 CP 值很高，算是一款经典款的耳机。那价格大概3000左右，所以真的是监听耳机中入门的 CP 值很高的一款耳机。对，有机会再分享。那我戴的这个帽子呢，它就是 W 的牌子。那这牌子呢，就是阿杰他创的一个牌子。那他这个帽子我觉得蛮好看的，所以今天我就会戴这个帽子来拍摄，这样你看吧。看这外星人超帅超可爱。好，那我们准备开始我们的影片喽，一起来看 Andy 老师是怎么拍影片的吧。Go go！ 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转到这个镜位，然后我们现在就一起看电脑，我们一起来看 Andy 老师影片，然后一起来分析一下他用了哪些剪辑上的技巧，拍片上有什么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。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开始喽。骑车边空拍是怎么拍的？环岛路线规划很难吗？这一集即将打破你对环岛的旧观念，让你知道我是怎么独立制作像摄影团队的规模。最后还会曝光环岛音乐制作全过程。这首歌到底是不是我唱的？哦，我想分享的是，像 Andy 老师他的开头呢，其实就做的已经蛮吸引人的。他的开头就是综艺节目很常见那种预告式的开头，然后他的开头就是截取出他影片里面呢比较精华的部分。他这预告呢就是很简短又快速，所以也不会让你觉得很拖啊、很无聊啊，所以就会让你在一开始呢就吸引你的注意力，你会想要继续看完他的影片。然后他又用一个很简单的转场，然后就很快的转到他一开始要讲的东西了。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先规划我们的计划跟路线图，很简单，开启一个 Excel 档，机车环岛计划 ，Command 加 V 就完成了。没啦。然后他一开始这段用了一个比较趣味的方式去缓和一下大家的情绪，然后再进入正题。旅途的想法非常简单，哦，换音乐了。我是抓10天的时间，但是我8天就完成，不要太重。然后前面这段他就是在讲他的装备要怎么带啊，然后马上讲完就马上接到现在这个 B-roll 的画面，就是他在环岛的时候拍的一些画面，拿来当做一个补充。真的太重了，这样画面切换过来就让你不会觉得很无聊啊。不行，我要回到。然后他用这 B-roll 呢，就会让你觉得在听他讲这个规划过程中呢，多出一个新的画面，你就不会觉得他好像说一直在讲这些东西，然后就觉得无聊。今天大概规划2到4个行程，然后他现在又切回来，他要讲他的行程规划，又继续讲。想去的为主。当然我自己也会上网做一些功课，这样就不会觉得说好像讲得很枯燥无聊这样。有大概的。然后我发现他的字卡做的不会很花俏，然后又会有一些音效去搭配，就让你的眼睛跟耳朵呢是充斥着很丰富的感觉，不会太快就冷掉这样。OK， 继续。要干嘛？设备呢，我是以轻装为主。然后他现在又做一个比较简单的转场，然后又是换一个场景去分享他的装备。其实他这样子的画面切换算是比较快的，就是让你的视觉刺激是一直有在改变的。这部分其实是可以学习一下。像我的影片呢，很多都是我对着镜头一直讲，那这样子呢，其实大家看1分钟、2分钟左右呢，可能就开始会觉得无聊。所以像他这样子画面切换很快，我觉得是可以学习的。没有这个摄影厂商的赞助哈，先跟你共解哈。首先就是我前面这一台 Insta360X5 行车记录器，它可以拍前后的镜头，在夜拍的表现上还不错。以及我前面这一台 DJI，它边讲也会边放一些 B-roll 画面来做补充。一样就是让你的画面可以变化比较快一点，这样。我的手机 iPhone 16 Pro， 我这个的规格呢都是拍4K 60。我发现 Andy 老师他就是讲台语嘛，他讲台语的那个quick call呢，就是让人家又多了一份亲近的感觉。对台湾来讲，应该是算比较亲近的感觉吧。而且我买来讲台语，而且我台语就挪哎。还是买好啊，想要抵达一个新的地标。然后他现在这边呢又切换画面，然后音乐也跟着变换。地面上的主机，我觉得像他这样子画面呢，跟着音乐一直做切换，会让你
你在看的节奏呢是比较顺的，不会一直听同一首歌，然后就很无聊。哦，他这个特效做的还蛮不错的。他刚刚那个特效加入的还蛮时候的，就是有那种综艺的感觉。因为360度那边它可以弄很大。像你会看到我有一些画面呢，画面又变了。然后我骑机车骑过去，然后我要骑回来拿我的摄影设备，你就可以使用。然后讲完了有哪些设备呢？他现在开始介绍他的360相机，介绍他的那个软体要怎么使用。设一个关键帧，机车出境以后再设。有分享，然后又有实际教学，好像有人帮你平移的效果。像我这是潜水嘛，就让你可以一直跟着他的节奏看下去。一拿下去我就发现鬼龙武器，来，我怎样你想？音乐又换了，有没有 ？Andy 啊，你想让他边骑车边使用空拍机，拍出那种好像有人跟着你。然后 B 若一直穿插在他讲话的过程中。刚刚分享的小技巧，网络也非常的重要。像我出国，刚刚这边我觉得可以讲一下，来我们回来一下。他这边抛出一个疑问给大家，然后又说要示范的小技巧，然后马上切到他现在要讲的业配的东西。那这就是一个很常见的手法，先抛出一个问题，留下一个悬念，然后插入一个广告，然后你可能就会想要为了看他这答案是什么，然后你就会可能会看广告啊，然后或者可能是跳过这广告，然后赶快去看他接下来要讲什么，就是留下一个钩子去勾人家，让人家觉得我想继续看下去。这技巧是还蛮常在创作者中看到的一个技巧，大家也可以适时的运用这个方法，但是我觉得也不要用太多，不然会觉得太刻意了，然后就可能观众也是会失去耐心的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网络也非常的重要。像我出国使用笔电或第一时间要，看到他在讲这个业配呢，他也是讲的过程中一直有一个画面去做切换，那他切换的画面其实就是他坐在那边用手机的画面，这样子跟他讲话的画面交替切换，其实就会让你的视觉不会感到无聊疲乏。因为国外实际使用网速也是非常的快，然后介绍过程又有一些影片中的画面的实际声音，旁白加画面中实际的声音去做搭配，完全不用在当地买 SIM。就他旁白讲一讲，又接到他实际去拍摄讲话的画面，就会让你觉得好像有那种跟着情境在走的那种感觉。完全是你的宝贵的旅游时间，重点是费用划算。他讲话又很自然啊、大方啊，就让你觉得很亲民的感觉。VPN 的功能提供你在国外有虚拟 IP 浏览网页，让你在国外工作安心又省心。想出国又担心网络不会用的，你看他画面就是一直切、换得很快。ND063，你就享有85%，不会有个同一个画面，然后使用了很长的时间。这样跟留言区的网。各位，我现在来示范怎么样 AI 框选的功能来跟随我自己。怎么样？他刚刚就是广告之前跟大家说，我要来介绍空拍机怎么使用。然后他现在呢，广告结束就接到说他的空拍机实际是怎么运用，就是会让你的节奏是被他带着走的。步行示范给大家看，是一样概念的。我现在把自己框起来，然后按跟随。最重要的一点呢，你要确认你的空拍机旁边有没有什么障碍物，尽量还是挑空旷的地方去拍。接下来画面也是一直在变的。然后这边音乐又改变了。建议你用。你那是对。然后他这边换了一个画面，然后又换了一个音乐，然后又抛出一个问题说，我现在要用这个模式呢？如果你不会使用空拍机，那你新手可以使用这个模式来拍摄，你就会想要知道说，到底是什么模式？他放的音乐又是那种有点悬疑感，就会让你会有那种好奇的感觉出现。你那是对构图什么都没晓，无概念，不要紧，点加搁点叫一个大师模式，看到不？点了后这个加给它按下去，按旁边的。然后现在讲的是大师模式，然后他的放的音乐又很有那种大师模式很炫啊、很帅的那种音乐。帮我拍，我觉得他音乐搭配真的很棒。我运用最多的地方是在4极点的位置，他就会帮我拍一个很浩瀚。当然我自己也会手动去拍摄。看完了怎么拍，接下来就是至关重要的。刚刚这边大家可以再看一下拍摄，看完了怎么拍？你看有没有？接下来就是至关重要。它的转场也是 YouTuber 也很常用的一个转场，就是把原本的画面，然后可能用遮罩的方式去抠在他的电脑荧幕上面。其实你看他电脑荧幕就是很明显一个影片贴在荧幕上面的感觉嘛。这效果就是简单暴力啊，就是它这效果会让你看得很顺，然后又觉得怎么突然变这样子？你在看当下就会有一种怎么会这样子？其实你会觉得有一种这要怎么讲？心里会觉得有一种好特别的感觉，这画面就是会让你在看当下又有一种又回神的那种感觉出现。好，继续看哦。
剪辑。我知道你好奇讲，讲完了设备，他现在开始进入到剪辑，它的节奏其实是很顺的。一开始讲规划嘛，再讲装备，现在有讲到剪辑，这些都是我们可能想要当 YouTuber， 想要剪 YouTube 影片呢，都是我们会想要知道的事。咱继续看。剪辑设备在剪辑的，来。近景我是用这台苹果的笔电去剪辑，然后他用的音乐也是那种很壮阔啊、很帅啊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准备要出场的那种音乐，就会有一种期待感。然后他现在就是在讲说他用的剪辑软体是什么，然后你就会期待他讲出来，这样。我就忍痛，真的很痛，真的很痛。买今年最新的 Max Studio， 我很清楚，我拍环岛的影片是要拍4K 的画质。那再来 Andy 啊，你是用剪辑用什么呢？是用很专业的吗？很厉害的吗？然后你看他这边他抛出一个问题，Andy 老师，你是用什么剪辑软体的呢？他抛出这问题的时候，你有注意到吗？他把音乐停下来了。他现在这边是没有音乐的，会让你在原本看影片的情绪中突然就被中断，然后去认真听他想要讲什么。这个把音乐停下来的方式也是在剪片中蛮好用的一个方式，就是你想凸显一个段落的时候，我觉得把音乐停掉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剪辑方法。很死过瘾的吗？我之前剪重量级影片是用 Adobe Premiere， 你看他现在又换音乐了。剪映，那你看又出现短短几秒又出现一样的东西，来我们再看一次。剪重量级影片是用 Adobe Premiere， 然后后面改为剪映。你看他就是他抛出问题，然后把音乐停下来，接下来他要讲的时候呢，他就是又换了一个音乐，然后去改变你听到的声音，去改变你看影片的情绪。然后他马上又讲说我是用什么东西呢？我用的是剪映。他讲到剪映的时候，他又把音乐停下来了，又可以让观众把注意力放回到他的画面中，就是又把观众注意力又拉回来，这样子你就会更容易注意到说他讲的东西是什么，就是剪映这样。那用剪映呢，是它的一些特效、动画、音乐等等的，我在搜寻。然后你看他现在又会做一些动画去辅助他的画面，然后也很易用，让他的画面看起来不会那么无聊，然后又会有一种额外说明的感觉。Studio， 再来我的剪辑基本架构跟流程是什么？那我先以这次环岛为例啊，我每一天环岛结束呢，一定会把所有的摄影设备的记忆卡里面的档案传到这一个。对，然后我觉得看影片的过程中，我发现他会不断的去抛出问题给观众，去让观众思考。那让观众思考呢，观众就不会无聊，有在动脑嘛，脑袋有在动，你就不会觉得说看，然后看到后来就脑波变平，想睡觉这样子。就像你在听演讲的时候，讲台上讲师一直抛问题给你，一直来问问题的话呢，大家在听演讲的过程中会比较专心吧，因为就是怕被问到嘛。我们继续看下去，我觉得不断抛出问题，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，也是我们好学习的一个方式。可以先笔记抄起来，让我到时候剪辑的时候找档案比较方便。再来重头戏，给大家看一下。你看又来了，再来重头戏，它这边就是放音效跟把音乐中断，所以你在看的过程就是注意力又被他拉回来了。哎呀 ，Andy 老师，我又被你抓住啦！哎呀，这搞掉哦，厉害哦！我第一集的剪辑专案，各位呀，看这绿一条一条刷哦。看有没有转到剪辑这边，他又切音乐了。他放的音乐是有点俏皮的，原本是那种很壮阔、很励志的音乐，现在变得有点俏皮的，就是帮助你去做情绪上的转换。然后他这边讲话又是用台语，有种突然变轻松的感觉，原本是很紧绷，然后又变轻松，你就会觉得可以来轻松听他讲话，有一种放松的感觉。你又会想要继续听下去，这样。可是就跟海一样，越往下你会发现越多神奇的东西，越下面越多层。再来，我们往上往天空走往往呢就是调色的部分。他现在讲话的方式有点调皮，有点搞笑的感觉，所以搭配这个音乐呢，是真的还蛮适合的。哎呦，真的是很会选音乐呢。然后最上面这一排就是我们的字幕，都是我一个一个手动记上去。不过不得不说，就是Andy 老师刚刚在介绍这个剪辑的画面，他用的这个片段啊，真的是非常的多，他用的轨道量很多，真的还蛮让人敬佩。你看他这个音效怎么可以这么多？这就是他影片为什么会好看，因为他就是用了很多心思在音乐啦、音效啦、调色啦，还有画面的搭配，都是很用心去制作、去搭配，让这画面能够配合得很好。所以你其实你光看 Andy 老师的剪辑档呢，你就可以看到他的用心程度了，真的是超用心的啊！比如说我第一幕的开场是在新北大都会公园，再来就是瞬剪我的沿途的画面美景，我想放的、我想表达的，基本概念是按照你旅途的一个过程、时间排序去放置画面，其实就够了。再来就是替这个影片加上音乐、音效、字幕、字卡、调色、转场、特效、动画。
应该没有漏讲。一个重点就是对我来说，影片的初剪是最重要的，等于说它就是一个影片的主体跟主架构，所以初剪雕得好，影片好看没烦恼。押韵。我觉得他这边讲剪辑的部分蛮厉害的，就是其实讲剪辑这东西呢是蛮无聊、蛮枯燥的事情。就像我之前在介绍达芬奇有多好用的那个影片的时候呢，都在讲软体，都在讲剪辑，你会觉得哦特别的无聊哦，好想睡啊。但是 Andy 老师在介绍这东西的时候呢，他就尽量的精简，把这个大概的流程讲给你听，然后用轻松的方式讲给你听。虽然说没有讲到很细，但是你会有一个大概的理解。然后这好处呢，就是他该讲的不会花很多时间。然后也不会让观众很快就觉得无聊这样，因为有时候讲太细呢，虽然说可以讲得比较清楚，但这种方式呢，就是比较会容易让人家感到无聊啦。然后他刚刚就是边讲又边很像灵机一动想到一个押韵这样子，然后他的反应就是很自然，你就觉得还蛮好笑的。所以他这边又是有添加一点笑点在里面，剪辑这种比较枯燥的部分，突然又有一个笑点出现，你就会觉得注意力又被拉回来了，他就是不断的去把你的注意力拉回来，让你不要太快对影片感到无聊，你就会继续看下去，这样就脑袋要构想要去怎么呈现。那在剪辑过程中呢，也是需要一些故事去把它排列。我也是做了10几年的 YouTube， 看了很多个电影跟节目，才有现在的这一个剪辑手法。当然你还是要实做啦，立马直接给摄影机出去。这边我也喜欢。恭维，然后给这个组，阿拉嘎，上传到影片，看观众的反馈是什么？你不做什么都没有，咋搞拜？就你看到，就是他刚刚在讲剪辑嘛，他是先讲剪辑，然后中间加一个笑点，然后又继续讲剪辑，就是讲故事的架构嘛，然后又加入一个笑点，然后这笑点呢，他是用演戏的方式，然后去演说我们实际在剪辑要怎么剪啊，安内，然后最后就说你不剪什么都没有，假卡拜，就是很接地气啊，就是用这种台语方式去讲，然后去演戏，演给你看。然后你就会觉得，好像我身边的某个朋友的那种感觉，就你在看的过程中呢，就是会有一种会心一笑的感觉。然后接下来这部分就他要讲说他是怎么做出他的新的单曲音乐。好，我们先看，然后等一下我再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想法。不是那个谁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？我想可能要问他一下。你看，然后用这个去盖镜头的方式呢，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转场效果，简单好用。大家好，这边又添加了一点笑点，我是台威这个，让大家的心情又可以再稍微放松一点。这样。的影片之后，我就有去查你的 IG， 到时候哇，他居然知道我是谁。我当下是觉得说，哇，如果我可以尽一份力的去私讯你，你看现在讲到的东西是比较温馨的部分，他就放一个温馨的音乐，然后跟你说加油。我想说可能会觉得有动力，然后我就回他这样子，对，他就很厉害。那个时候旋律是在从机场要回家的路上，对，我那时候还有用手机拍一个影片，我就密 Andy 老师说，我觉得曲我已经写的差不多了，超快，说明天有没有空？其实你在看他整段影片呢，都会有像刚刚这个就是放大画面啊、拉近画面的效果。YouTuber 都很常用这种就是放大、拉近啊，就让画面不断的有变动感，你会觉得画面是活的，你的注意力就会继续的被他的影片给拉住，这样子就开始写那段词。然后当时也是跟小吕一起想了这首歌想要怎么呈现。然后他这边每讲一个新的话题呢，他的音乐就会跟着做切换，让你的情绪会跟着带着走，这样子。跟我们聊的心情也是觉得很感动，这世界上有这么多温暖。当时想说，写一首歌来讲述他的心情，然后也算是在回馈粉丝，然后谢谢大家。这蛮好的，也算是我自己第一次做台语的音乐，对，我觉得蛮酷。然后我觉得呢，这边你会觉得看起来没有什么，就是他在介绍他怎么制作的音乐嘛，然后切换到他当初制作音乐的画面。但是他这东西呢，你要很有意识的去记录他生活的每个片段，你才会有这些画面可以用啊。如果他在做音乐的时候，他没有预先去把它拍下来的话，那他现在就没有这个画面可以用了。我觉得很多 YouTuber 厉害的地方就是在于说，他在发生某些事情的时候呢，他就会想说，我可能未来可能会用到这些画面，那他就会先拍起来，不见得会用到，但等到他需要的时候，他就可以拿出来用。我觉得这个是蛮不容易的，他们就是随时要一直拍，然后一直去记录，然后这些记录的东西都要一直去保存，他未来才有这些素材可以去做使用。对，我觉得这个部分算是拍摄上可能需要注意的地方，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啦。有时候看起来没什么用的片段，或者有些你觉得比较重要的时刻，你就是先把它拍起来，然后未来有机会就可以用到这样子。
好，我们继续看我。知道他其实有些尾音做的不错，虽然听得出来他没有上过唱歌训练，但其实蛮屌。其实你音色是好听，你是有唱歌潜力的。那个层要注意哦，他只会忽快忽慢哦，这就太用力了，就是他不能是直直的撞的感觉，是用力呢，气先出来，然后才有字。我觉得休息一点。刚刚这影片有看到什么重点吗？这画面的重点就是 Patrick 他用的耳机跟我是一样的，不是很重要的重点，但就是想要再讲一下我这个新耳机，很赞呢，你看。好，我们先往回切。感觉是用力呢，气先出来，然后才有字。我觉得休息一点。我觉得这边照片我可能嘴型就会开。这边就是他画面在讲的时候，就是他在教他，然后这时候用出来的音乐就是那种比较诡异感啊、神秘感的音乐。我真的得说 ，Andy 老师他音乐的搭配上面呢，是真的还蛮厉害的。音乐给出的情绪，他用的是蛮精准的。我害怕太用力了。哎呀，每次录音就是一步一步。真的跟我的歌词一样。这个歌的曲风真的是很励志，励志歌。然后这边 Andy 老师的音乐，我没有办法把它放出来，因为可能会有一些版权问题。想听他的音乐呢，就去看一下 Andy 老师的影片吧。他影片整个看完，他给你的情绪是有连贯性的。OK， 那我这边就是会把他音乐给拉掉，先跟大家讲一下吧。希望他有破千万。可以，什么千万？这要破亿吧？破亿吗？我来一些不一样的转音，你可以试试看。眼泪，那些眼泪，这蛮好的。好了，可以，剩下的交给我。然后我觉得他这边做的蛮不错，就是我相信他们在录音的过程中应该是更长的，大部分时候可能是无聊的。那他呢，透过这个键盘按4-5次的画面呢，然后来把这些比较枯燥的部分快速的带过，然后你就是可以快速的看到说，哦，他现在进入的结果，他录完了，他结束了。我觉得这个剪辑手法是还蛮不错，就是不会让你感到无聊，然后让你把无聊的部分剪掉，然后这个快速的4-5个键盘切换的画面呢，因为它画面很快，哒，你的那个注意力又被它给拉回来了。所以我觉得剪辑呢，真的是一个很难学，也很难去表达。然后呢，但是剪辑这东西又很重要，对吧？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剪辑，你不可能剪出这么好看的影片。对，所以 Andy 老师真的是很厉害啊 ，respect。快啊，辛苦了，真的辛苦了，帮我录3次。没有，这很正常。我跟你讲，最多录过9次，真的。我10年前就当你领对，你那个是，哎，有没有厉害的网友？他们原本是类似这种访谈的画面，然后切换回他当初录音时候的画面，然后现在又回到这访谈的画面。对，他就是把一些画面塞在这访谈中间。你如果访谈是这样直接看完的话，一定是超无聊的。那他就是把一些画面塞在这些访谈中间，那你这样看起来呢，就会觉得比较没那么无聊。而我的词汇很少啦，所以我可能只能一直讲说没那么无聊啊，好看啊，流畅啊，反正就是那个意思，你懂的。OK， 我有一首歌叫《我的时代》，然后 Andy 老师说他有客串，最近其实有想要出一首日文歌，因为我自己很喜欢日文歌，但是其实我也不会讲，就跟台语一样，想要试着出一首自己的台语歌啊。日文歌、台语歌也可以，可以啊！台语歌到时候就是 Andy 老师帮我写，大概清唱一段。可以，哇哭哇哭。对，唱对，第一句我以为是台语，哇哭。然后他的聊天的过程呢，他也把它剪那么有趣，就是他那种震惊的画面，还有轻松在聊的画面，这样穿插进行呢，你看影片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好看，就情绪会跟着被带着走，这样子不会无聊。对，我就是又只能讲这个，期待一下 Andy 老师的台语歌啊！呀，所以觉得要期待一下。 OK， 不知道你们看完这整个机车环岛，然后音乐介绍完了，现在就是结尾怎么样呢？他需要花非常多的时间成本，结尾就是讲一些感言啊，讲一些他自己的想法啊。对我来说也取到了一个非常高分以及亮眼的成绩。再次的谢谢你们就是收听，然后直到现在我还是会有一种好不可思议的感觉。然后他用他这个新的单曲去做一个结尾，有一个片尾曲的那种感觉，就让你看完影片呢，会有一种再回想一下他影片拍了什么的那种感觉，就很像我们电影呢，电影看完我们也是会有片尾曲，然后边看就可能边回想一下
你电影看什么东西这样。就 Andy 老师他用的手法呢，其实都不是那种很困难的手法，不是那种很困难学不起来的剪辑手法，但是他能够把这些就是很基本的剪辑手法搭配得很好，然后做出一个影片，让你看起来是很顺畅的，然后不会无聊的。我觉得这是蛮难的啦。最厉害的招式呢，永远不是那些很炫炮的技能啊，不是那种很炫炮的画面啊。最厉害的永远是那些最基本的招式，然后你去想办法去搭配，然后搭配成就是你看到这样子流畅的影片。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剪辑应该要好好学习的部分。我们不用过多去追求那些很厉害的功能啊，很厉害的技巧，把基本功练好。然后好好想想故事要怎么呈现，怎么去搭配。我觉得这样子，我们剪辑的技能才会进步啊。就像电影啊，电影其实你会看到一些很炫酷的转场或者很炫酷的特效吗？你不会吧？其实他们就是透过故事性，怎么去呈现那个故事，怎么去把故事拼凑得很流畅。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一个剪辑需要去好好思考的事情。好了，那我们影片看完了。我们来做个总结吧，就是 Andy 老师他刚刚的影片呢，其实我们可以先从他的架构去看，他的架构其实就是有先预告嘛，然后再讲怎么规划环岛啊，环岛的装备怎么带啊，然后带哪些摄影器材啊，然后还有360相机啊、空拍机的介绍啊，然后再来就是中间穿插一个业配的广告嘛，再来就是空拍机的一个进一步的实机演练操作，然后剪辑的设备啊、剪辑流程啊、剪辑的思路啊，然后还有后面最后就是他介绍他的单曲是怎么拍摄完成的。其实你仔细看他的那个每个架构呢，每个讲的部分呢都不会讲得很长，可能1分钟、2分钟，或者有的很短的，可能30秒就过去了。他的节奏是真的偏比较快一点的。然后你会发现呢，它的影片就是前面比较快一点，但后半部呢，到单曲怎么制作那部分呢，它的影片节奏就有放慢一点。你就是单曲那部分，它的时间是比较长的，你就会觉得它前面很快，然后后面慢慢的放慢，就是先把人家先吸引进来嘛。别人看完一半影片的时候呢，后面再放慢节奏，后面他就会自然就会去把它看完了。对，然后呢，架构部分是这样啦，然后再来就是他在拍的时候，每个讲的部分，它其实画面都是变换很快的，有讲的画面，然后有 B-roll 补充的画面，然后有的可能又有穿插一些他实际在一个地点拍摄的画面。对，它的画面是变换很快的，这也是帮助大家注意力被吸回来，注意力能够放在他的影片上面。然后再来就是，我觉得他的转场呢，他的转场不是那种很困难的转场，就是可能套用一个咻，或者是放大，或者是一种遮罩转场，他就是做那种很基本、很简单的转场，但是它的搭配上面就是还蛮顺的，就不会有那种被中断观看体验的那种感觉。然后呢，我觉得值得一讲是它的音乐跟音效，还有字卡。我觉得它的字卡和音效的搭配很好，但是最厉害的我觉得是它音乐的转换上面，它音乐转换上面不会给你一种很突兀啊，然后很突然，然后或者是不搭配的感觉。就它的音乐转换呢是转的蛮顺的，衔接的很顺，然后它音乐情绪呢又是很符合它画面带给你的那种真实的那种感觉。所以我觉得它在音乐的搭配上是我觉得我可以去学习的地方。像我的影片就是比较偷懒一点，就是可能一支音乐就是从头用到尾，就是我觉得这部分我可以再做一点改变。对啊，不然这样的影片看久了真的会蛮无聊的。就是大家每次看到胖子胖就会想，他的影片就是这种调调，就是会让人家没有那种新鲜感。所以我觉得这部分我可以去做一点改变。然后再就是它画面也会适度的加入一些笑点，就是让大家在看的过程中呢，偶尔获得一些放松的感觉。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影片很重要的地方，就是你要松弛有度，就是一下子可能是震惊的，一下子是放松的，你就是要把大家的情绪是这样子带动，那这样子影片呢才比较容易顺利的看完。然后再来就是人格特质的部分，我觉得 Andy 老师他的人格特质应该是算蛮强的吧，就是给人一种讲台语啊，很亲民啊，很像你身边朋友那种感觉。但是我觉得我们也不用去模仿他的人格特质啊，除非你拍影片是真的有刻意要塞一个人设，不然我觉得你在拍影片呢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还是尽量呈现你自然的样貌啦。毕竟做自己才是最放松的一件事情。但是我知道拍影片你想要呈现你最自然的样子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。像我要对着镜头讲话，我也是拍了这么久，我觉得我现在有稍微自然一点，但是距离我本身样子也还是有落差的。
所以这部分呢，就是多拍吧，没有别的方法。好了，那这期的影片就差不多讲到这边啦。不知道今天这种影片解析的方式，大家看了会不会觉得很无聊啊，还是觉得还蛮喜欢的呢？都欢迎留言分享，让我知道。那如果我讲的部分有漏掉的，或者是你们有想要补充的，你们有看到额外 Andy 老师剪辑上面厉害的地方，也欢迎在留言下面帮我补充一下，好吗？好，那我们这集就介绍到这边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我这次拍得很顺哦，很自然哦，一次就到位了哦。果然常拍就有差。哎呀，肚子饿，可以去吃饭了啊！